宗庆后，1945年10月12日出生于浙江杭州，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和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一个普通的浙江农民家庭走出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知名的饮料品牌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于1987年带领一个校办企业的2名退休教师，凭借14万元借款，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营销创新，创立了娃哈哈这一知名品牌。1991年，宗庆后成立了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宗庆后的职业生涯不仅限于商业领域，他还担任浙江省饮料工业协会会长、浙江娃哈哈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并曾是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1。他在商界的成就令人瞩目，被誉为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在2004年留学归来后加入娃哈哈集团，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2021年12月9日，娃哈哈集团宣布，宗馥莉正式兼任娃哈哈集团总经理，这是娃哈哈完成新老交接的关键一步。然而，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79岁。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对娃哈哈的贡献和影响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宗庆后在生前曾表示，娃哈哈是他整个人生所有的梦，他不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他衰退下去，而是希望永远保持着稳固的健康成长。他的逝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切缅怀。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的创业历程中有哪些关键转折点？起步资金和创业起点。宗庆后以花粉销售款和5万元银行贷款作为起步资金，筹建了杭州宝林儿童营养食品厂，开始了娃哈哈的创业历程。这标志着他从一个普通的销售员开始，逐步积累资金，最终创立了娃哈哈。产品创新。1988年，在朱寿民教授指导下，娃哈哈开发出第一款专供儿童饮用的营养品，这也成为了宗庆后的事业转折点36。这一创新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也为娃哈哈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宗庆后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提出让企业的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的理念，展示了他的企业家精神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个人成就。宗庆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娃哈哈集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旗下的系列产品销量一直稳居全国前列，总资产增长了57万倍之多。他本人也3次获得中国首富的称号。这些转折点不仅体现了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创业历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他作为企业家的智慧、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宗庆后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的具体贡献是什么？宗庆后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的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商业领域贡献。宗庆后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之一，逐步掌握了工商业资源，并运用这些资源为全社会生产所需的各种产品。他的个人商业天分得到了充分展现。从1978年开始，通过卖汽水、学生文具等商品谋生，逐步发展成为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此外，宗庆后还通过兼并资不抵债的国营杭州罐头食品厂，开创了集体小厂发展的新模式。在个人财富上，宗庆后曾以100亿美元的净资产登上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的席位。政治领域贡献。宗庆后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强调要心怀感恩，先富帮后富，为国家富强做贡献45。他获得过杭州上城区经济开拓功臣荣誉，这一荣誉反映了政府对他在经济开拓中所做努力的认可。宗庆后的商业思考也体现了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他认为企业要有创新精神、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宗庆后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的贡献主要包括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为社会生产所需产品。个人商业成就显著，曾多次问鼎中国首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强调先富带动后富，以及具有前瞻性的商业思考，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长远发展。宗庆后对娃哈哈集团未来发展有哪些规划和期望？宗庆后对娃哈哈集团未来发展的规划和期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做长远规划。宗庆后曾表示，他不太关注长期的规划，
但对于未来5至10年的发展没有具体的部署。这可能意味着娃哈哈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更注重当前的业务运营和市场反应，而不是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面临挑战与机遇，宗馥莉的接任不仅是对宗庆后事业的延续，也是对娃哈哈集团未来发展的期待。这表明在新的领导下，娃哈哈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宗馥莉带领娃哈哈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创新升级与迭代举措。目前娃哈哈欠缺的是创新升级以及迭代的举措。在宗馥莉走向前台之后，他可能会为娃哈哈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战略和思路，品质至上与多元化营销策略。宗庆后的经营策略强调品质至上，并运用多元化的营销策略，如明星代言、电视广告等。这些策略可能会继续被宗馥莉所继承和发展，以提升娃哈哈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占有率。宗庆后对娃哈哈集团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期望主要集中在保持当前的业务运营，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时寻找创新和升级的机会，以及坚持品质和多元化的营销策略上。尽管宗庆后本人对长远规划持开放态度，但他的女儿宗馥莉的接任和领导可能会对娃哈哈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宗庆后逝世后，娃哈哈集团如何进行新老交接，以及这对公司有何影响？宗庆后逝世后，娃哈哈集团通过进行新老交接的方式，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宗馥莉作为宗庆后的女儿，自2004年毕业归国后，就开始参与娃哈哈集团的管理和运营。2021年12月，宗馥莉正式兼任娃哈哈集团总经理一职，这一职位之前由宗庆后兼任，标志着娃哈哈完成了新老交接的关键一步。此外，宗馥莉还在2018年后进入娃哈哈集团，担任过公关部长等职位，并在连续几年的销售工作会议上发布了在产品、品牌、销售等方面的决策。宗庆后逝世对公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领导层的变动可能会对娃哈哈的未来战略和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二是市场和投资者对于领导层变动的反应可能会有所波动。尽管宗馥莉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逐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宗庆后的去世仍然是一个重大事件，需要公司内部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适应。同时，这也反映出中国企业在代际传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即如何顺利过渡到下一代领导人，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宗庆后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和贡献是什么？首先，他认为做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始终弘扬产业报国，责备社会的社会道义，热心公益。其次，宗庆后不仅在商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关注教育、环保等领域。此外，他还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先行者，多年来积极回报社会，支持教育事业，帮扶弱势群体，援助公共危机对口支援发展。具体到慈善活动，宗庆后成立了浙江省娃哈哈慈善基金会，致力于助学、助孤、助老、助残等公益活动。他的捐赠行为不仅限于物质支持，还包括亲自前往偏远地区捐赠设备，如70多岁时前往甘孜州康定市为孩子们的教育事业奔走。此外，宗庆后还启动了娃哈哈营养快线1瓶1分筑巢行动，通过销售1瓶营养快线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以改善贫困地区学生的住宿条件。宗庆后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通过企业的影响力和个人的慈善行动，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树立了企业家的榜样形象。